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不仅身体各项机能会出现下降，就连大脑的灵活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差。所以中老年人就要学会如何保健大脑。下面木子就来跟大家说说中老年人应该如何保健大脑。第一个就是多用脑，我们没事可以多做一些益智类的游戏，或者是练练书法、下下棋，这些活动都能帮助大脑的锻炼，从而减慢大脑退化的速度。第二个是保证睡眠，只有睡眠充足，大脑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，这样就能够减小大脑的压力，让大脑退化的速度变慢。第三个是多吃富含卵磷脂的植物，像是大豆、花生等等，因为卵磷脂能转化为乙酰胆碱，这种物质能够提高大脑的记忆力。第四个呢是坚持运动，运动能够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，使大脑能保持灵活度，从而减慢衰退的速度。所以中老年人要想大脑健康，就可以坚持以上这几件事儿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腐乳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食物，有的人呢把它当作人间美味，但是有的人认为腐乳是问题食品，而且还是血管杀手。那么吃腐乳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呢？其实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它有东方奶酪的美称，而且腐乳在制作的过程中维生素 B 族增加了很多，同时呢腐乳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如果适量的吃一些腐乳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天天吃腐乳，因为腐乳的含盐量很高，一块腐乳大约含有1克左右的食盐。如果天天吃一块腐乳，很容易导致食盐摄入超标，这样就会对血管造成危害。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最好不要天天的吃。七，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，而且营养成分很高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经常会吃三七粉来降血压。那么三七粉真的能降血压吗？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哦。三七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物质、皂苷以及多糖等，有很好的扩张血管和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。但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，不能够仅仅依靠三七粉来降血压，因为三七粉是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，它只对延缓高血压发展进程有辅助作用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是可以吃三七粉的，但是不要把它跟药物等同。还有，如果血压在1天内波动的比较剧烈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服用三七粉的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经常在家里做饭的，如果一顿饭吃不了，很多人又舍不得扔掉，就会放在冰箱里留着下一顿吃。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？下面的这2种最好扔掉，可以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绿叶蔬菜。家里如果剩了绿叶蔬菜，最好扔掉，千万不要隔夜，因为绿叶蔬菜在放置6小时后，硝酸盐含量就会升高，时间越长，对身体健康越不利。所以大家在吃绿叶蔬菜的时候，最好能吃多少做多少比较好。第二种，海鲜。海鲜也是不适合隔夜吃的，因为隔夜的海鲜，其中硝酸盐含量也会升高，而且还会产生一种蛋白降解物，会影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健康。那海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滋生细菌，容易引起腹泻，所以大家尽量也不要隔夜吃。生活中我们很多活动都要依靠腰部来支撑，但是平时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都会给腰部造成损伤，出现腰酸、腰痛等情况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练一练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左腿向后伸直，双手尽量的向后伸展，身体保持平直，坚持5秒。回到站立的姿势，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坚持5秒。每天这样练习3到5分钟就行。之前我们做的都是俯卧的小燕飞，那这个站着的小燕飞比较简单，经常做这个动作对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有帮助，有利于增强腰背肌肉力量，对改善腰痛、保护腰椎有一定作用。那想要腰好，大家平时还要注意不要太劳累，多休息，还有多锻炼身体，这样可以让骨骼和腰肌变得更强壮。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而有的人就喜欢喝白开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
隔夜的白开水还能不能喝？很多人呢其实都喝错了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如果在炎热的夏天，隔夜的白开水中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喝。但如果是正常的环境，温度不是很高，那么隔夜的白开水中可能会繁殖一些微生物，但是对身体影响不大，只要水没有变质，没有受到污染，还是可以喝的。还有就是放在水壶中的凉白开也是可以放心喝的，但放在水杯中的就要注意了，最好不要喝。所以隔夜的白开水如果保存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放心喝的。那提醒大家，白开水放置的时间呢，最好不要超过3天，最好当天烧开的水当天喝。还有保存的时候最好盖上盖子，以防受到细菌的污染。孩子长牙是很多妈妈比较重视的，正常情况下，宝宝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长牙了。但是呢，很多宝宝到了8、9个月还没有长牙，这时妈妈们就开始担心了，认为是不是缺钙导致的，然后盲目的给孩子补钙。其实孩子长牙晚并不一定是缺钙了，还可能和3个因素有关，妈妈们要注意。胎龄的问题，有些宝宝因为早产的原因，牙齿发育的时间不足，这样就会比足月的宝宝出牙晚一些。遗传的问题，其实出牙的早晚多少和遗传有些关系。如果爸爸妈妈小时候出牙比较晚，那么孩子也可能会遗传，而且男孩长牙也会比女孩晚一些。没有添加辅食，当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，不要只给孩子喝奶，还要适当的添加一些辅食，这样可以给宝宝增加营养和刺激宝宝的牙床，对宝宝长牙也有帮助。俗话说10人9腰痛，生活中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导致腰部受伤，所以好腰是要靠养的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动作1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分开，稍微比肩宽一点，双手叉腰，保持均匀呼吸，然后以腰部为中心转动胯部，先顺时针方向转动30次，再逆时针方向转动30次，转动速度由慢变快，幅度由小变大。注意转动的时候，上半身要保持直立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双手握成拳，然后先向左侧转腰，转腰的同时，两手手臂前后自然摆动，借助手臂的力量，一前一后的敲打腰部和腹部，向左侧转完，再向右侧转，这样反复做30次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帮助疏通腰部气血，有健肾强腰的作用。腰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的做一做哦。喝茶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，喝茶也有很多的好处。适当的喝茶可以提神、消除疲劳、抵抗衰老等。但是喝茶时也要注意，不要沾上下面这3个习惯，不然弊大于利。喜欢喝茶的人要注意，饭前饭后喝茶。喝茶要注意时间，如果饭前喝茶，这样在空腹的状态下很容易增加胃酸分泌，引起不适；而饭后喝茶可能会稀释胃液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，给肠胃增加负担。喝茶太浓，喜欢喝茶的人要注意，不要喝太浓的茶，因为茶叶中含有鞣酸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很容易使人出现贫血的情况，而且浓茶还会刺激肠胃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喝茶太多，不管喝什么都要有一个度，喝茶呢也不例外，千万不要把茶当水喝，每天喝得太多，喝多了容易引起茶醉，会让人出现很多不适，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喝茶量控制在6到10克最好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